这几天看又有一个新的体悟呢，有一种直播主的类型啊，是很多人看的，是专门在跟看官吵架的，好可怕哦。有一种就是叫正常性质的，就很难说啊不，他们就是到时候直接把我逼掉。那你讲，因为我其实大概有看出他的不能说引诱了，就是他的台会那么多人看的原因是什么？如果是故意的话，风格就是那样。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基于什么？哦，但就是他应该是游戏很有经验，像我们随便玩都是20年嘛，然后他就会有讲说他的流派啦是什么，然后就会有人质疑他，他就会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说的什么话哦，一定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哇，直接跟那个看的人对着干哦，这种方式是也可以吸引到人啊，就是他那个咱们要抓啦，就是还是 OK 的，有点就像是人家在看医生抓药有没有，然后就问他说啊这个，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东西，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我就认为是这样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质疑他人讲说我说的这一切是有道理的，然后这句话出来气势就整个就上来了，但是就你也知道嘛，就有点像我们在看 FB 有没有留言，有人就是喜欢看有人回应我有没有，深夜的时候一个人，然后他就开始底下就开始噼啪一直打，然后他就一直回到别人要问他其他问题的时候他都不回了，他就索性跟那个人干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好可怕哦，这种风格我觉得好可怕哦。可是不是故意吵架的那种类型啊，就是有人故意拉那个点，比如说争论吗？争论这种感觉的就还好，比较像是在故意闹事。我就看他半小时都在城镇里面跟他讲话哦，然后不推进度，我有点像周润发在寒战里面有没有？我这辈子就给你耗那种感觉，我就哇，这个才是主轴吧？对他们来讲，就是对他们自己认识的那些粉丝有来看的，然后这才是主轴吧？哎呀，然后我就觉得，这种风格我理解，说为什么他订阅数破万有没有？然后随便都是上百个人在那个里面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看他们吵架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是啊，真理越辩越明。现在来说，真理没有什么越辩越明，因为你在辩的东西不是为了真理。可能就会退让下去，我就会讲一句话说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玩的风格，可是这样就落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直播的时候都还好呢，就是人家问什么情况啊，我能不能配什么装啊，我能怎么样，我点数怎么点啊，哇，到后来就确实那个时候就开始人数就蹭就一直上。你有记得之前的迷因那个小明建模那个？哎呦，我知道，那就是吵架吵来的，有点像是那一种。对，因为他后来很多部都是这样子，就变成是有人故意去讲类似的东西，去闹事啦。我觉得那是闹事。可是就是他也故意，他也大概知道，就是所以都在会用那种同一种调调去讲这件事，去跟他吵，然后就多了那堆迷因，有的没有。那事实上也蛮好笑，但是就那个没有抓好啊，就真的吵起来了，海线边缘那种感觉啊。早期比较柔性的这种争吵是搞笑型的，就是那个卖鱼的那个大哥啊，他不是讲说这一条鱼鲑鱼底下问说活的吗？够新鲜吗？会跳吗？哦，你这么说让我想起那一个，好像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哪边的，就卖那种比较像是那种银钻之类的东西的那种，像一袋拥抱，对啊，就 combo。因为现在看人家那种就比较红的直播，我比较好奇，以前没有去看直播这一块啦。那当然我也知道，就是如果说你是要懂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要故意做一些有争议性的内容，或者但那个好像不是我想做的，觉得我应该做不到这种事情，剪太快了，能看得到。对啊，东西在空，你那边。网路，你是深装都是老花眼就对了。你是深装中华电信30G 的网路有没有？网路快到我们都看不到。没有，才500妹上下传而已。我知道你连机房比较近有没有？台湾的骨干从台北直接出去。我连电都借他们的了。所以有没有直接有骨干就冲出去？你仔细看那个锤子，你如果是锤子，它有一个固定出去的位置，对，2格之后是站右，你按一下，2格之后站右下。3格之后站正下，4格之后站左下，它是一个像漩涡一样，你站在你现在不要动，我站这个位置，你就可以零距离，这样你听懂意思吗？切的时候啊，锤子是从左边出来嘛？对，我站你这个位置，你就直接。如果拉一定距离之后，因为它是顺时针往上啊。讲想你自己是怪物，你现在想你自己是怪物，如果你柱锤要近贴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一格的一格大概是这边，而是2格是这边，然后3格大概是这边，3格以后之后就没有意义了。3格以后你就是建议你就是直接这样子，然后2圈按2下，然后可能再往后按2下，往后按2下，像是一个防卫的城墙。如果你记不够清楚的话，你至少要记得。你要贴怪的话，怪要在你上面180度。那然后我另外一个重点要跟你讲的是，不要太相信动画。
其实你有没有打到怪，不见得是看动画，你只要感觉敌人有快速扣血，你位置就站对了。我们只是大概跟你讲而已，因为毕竟他在转的时候是小圈，然后转到这边这里就变大圈，然后最上面就会变成是第一圈结束。那第一圈对，所以我刚才会建议你说，就是你先好比说你这样放了之后，放2发。后退之后再放2发，它就会变成全部落在这一条直线上面，一个连续攻击很大的墙。但是你现在攻速不够快，你没办法那样做。你现在施法多少？比较极限的一点状况下，你有能力5个锤子全部落在一条直线上，那个攻击力就非常高。就是像我在玩的时候，就是5条锤子就是落在这一条直线上。当然他们是用转的，可是只要是从右边冲过来的敌人走到这一条死线上面，就被打死了。奇怪的记忆存在，就是会死。所以现在好像是说一个种子过去就可以，就是其中一个人过去，反正大家全解掉。那这样确实很，那这样就很 OK，因为以前我们是对全部都要看到 Diablo， 然后他那个火焰啊，虽然你躲在墙壁后面，但是他就是一条紫火穿过墙壁飞过去，然后人就烧掉。Diablo 不是有一种火焰是顺着地板往前走嘛？然后就曾经有看过3-4个人躲在那个柱子旁边，然后就一条火过去，3-4个全部死掉，觉得超好笑的。然后高中的时候有印象，超可怕，所以后来应该有调整过啊。那反而刺客是生存能力变得很强，是会有发呆的问题，什么都没救了，要死无有。他这样讲啦，暗黑里面女性角色长得能看的好像只有刺客而已。我说法师也长得不错看啊，好丑，就是半斤八两吧，觉得啦。这种美式风格就不能把女生画得漂亮一点吗？不会啊，当初第一个版本的那个 WW 也是丑到不行啊。我没有玩过第一个版本，血精灵一开啊，一堆人叛变啊，对，看得过去的，对，至少还勉强眼睛不会受伤的那一种。刚才聊天室到30个人呢，大家是为什么都放假学生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一个健全的频道。可是想想被一群学生放假看着明天要苦哈哈上班的，那蛮不是滋味。是我们在苦社畜。我在强调，我们是一个健全的频道，有2个嘴巴很贱的人，跟一个叫阿全的人。你现在把你自己排除在外吗？你别想跑啊你！只是个路过人。可是我合理的相信，应该不会是年轻人在看这种频道吧？我上次真的听到有人讲说 ，Diablo 2是什么东西？现在要跟上年轻人、学生族群的游戏的话，要说碧蓝或者是碧蓝旧了吧？现在碧蓝还新吗？它不算新啊，但还是算蛮大咖的游戏展就一整坨的碧蓝啊、原神啊、权限那个啊，那感觉不在乎它的游戏性啊，我在乎的是坡刀。我是说，我在乎的是它的。汹涌的话，不是花兄，你直接去玩碧蓝啊！我刚刚想讲另外一个游戏，可是想想这个东西。他已经不知道汹涌到有点危险的，行了，要大小适中。我是说，就是人体的美学是要有一点去欣赏的，比例调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对。所以你说哪一款游戏？有一个近日制作小组已经是完全放开自我，然后他在平台上面从 R15 变 R18 的，叫做棕色尘埃2还是？但我力说，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冤枉？就是说我其实也没有到最后，就只是人画的比较漂亮而已。然后没有，他已经是没有需要被打码的部分出来的，就是他们现在所以我就说他们已经放开自我。他没有裸露重点的话，就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你。我们今天就是打完8-2就结束，好啦，我们就下播啦。今天现在有26人，真的感谢各位。因为我们好像聊天室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应该不用剪太多精华吧？剪精华眼睛好酸啊！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眼睛好酸，耳朵好痛，心里好累。OK， 我没感觉，随便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咯。感谢各位业务的晚安，拜拜，再说一次，谢谢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先这样咯，拜拜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